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猫宇宙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悲剧的故事。2025年末，一名32岁的程序员高广辉周末在家中因为工作积劳成疾而猝死。他出生在河南农村，父亲常年外出打工，是典型的留守儿童，从小缺乏安全感。小时候因为医疗条件差，感染了乙肝，一直背着这个隐形负担长大。到广东读书，被嘲笑口音，被欺负，但从不还手，只埋首学习。他心里只有一句话：我不能输，我没有退路。后来他拼命努力，终于进了一家 IT 公司。公司讲家文化，无边界协作，不打卡，但随时待命。因为负责老实重感情，他不断被加任务、调部门、扛业务。其实他想拒绝过，但一提知遇之恩，他就说不出口了。后来他一个人扛着20多人的业务线，24小时待命，几乎没有生活，身体早就开始报警。晕倒前，他还叮嘱妻子带上电脑，继续住院准备工作。4个小时后，抢救无效。而他去世后，公司迅速撇清责任，压热度，精算赔偿。曾经说一家人的地方，瞬间翻脸。看到他的经历，我真的非常的难受。他太拼了，太老实了，太习惯一个人扛。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叫《爆裂鼓手》，因为这个电影的主角和高广辉有着相似的经历。这个电影的主角呢，是一个被严师长期羞辱打压的年轻鼓手，叫安德鲁。有一个画面让我一直忘不了，哪怕被逼到手都流血了，安德鲁还会想，老师这是在为我好。而这样的流血在电影中出现了3次，每一次流血都使他向着深渊又多走了一步。第一次流血发生在他刚进乐团的时候，老师一边说你能坐在这里是有原因的，好像是对他的肯定和鼓励，但是下一秒老师又当众辱骂他，你没有天赋，你没有价值，先给希望，再亲手毁掉。于是安德鲁开始了疯狂的练习，手破了，流血了，用绷带缠着，继续打鼓。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再努力一点，是不是就会被老师认可了呢？第2次流血更残酷，老师引入新的鼓手，加上原来的那个鼓手和安德鲁一起，3个人抢1个鼓手的位置，标准只有一个，就是老师说了算。安德鲁于是开始拼命，凌晨2点呢，他还在练习室里疯狂地敲鼓，直到手再次裂开，血滴在鼓面上。他知道痛，但是他更怕停下来，因为停下来就像是失败了。第3次流血是最震撼的。比赛当天，安德鲁赶路的时候，公车爆胎了，鼓槌掉在路上，回去捡的时候出现了车祸，安德鲁满脸都是血。正常人这个时候都会去医院，但是他没有，他继续跑，冲到现场，坐在鼓前，带着血继续打。那一刻其实很恐怖，因为这已经不是努力了，这是在赌命。如果你觉得这太极端，那我们回到现实。高广辉的一生其实也在走同样的路。高广辉和安德鲁有3个相似的地方。第一，他们都把表现好不好当成了自我价值。对高广辉来说，从小家境不好，他很早就明白，我得有用才配留下来。对安德鲁来说也是如此，不是最有天赋，但是他们一定是最拼的那一个。他们心里都有一句话，如果我不优秀，那么我就没有位置。所以努力对他们来说不是为了梦想，而是为了活下来。第2，他们学会了一种生存方式，叫做不拒绝。高广辉想过拒绝调岗，但是领导一提知遇之恩，他就退缩了。安德鲁被羞辱也不翻脸，
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冲突，关系可能就没了，所以他们选择配合、忍、扛，用顺从来换取安全。第三，长期这样活着，身体先垮。高广辉晕倒前还在工作，安德鲁流血出车祸也不肯停。不是他们不怕死，而是他们更害怕失败。一旦停下来，焦虑就全都涌上来了。我是不是没用了？我要被淘汰了吗？所以他们只能继续拼。如果我们把这3点放在一起，你会发现他们同样的都没有边界。工作是全部，期待是命令，身体只是工具。从小被教要忍，要扛，别麻烦别人。于是长大后成了系统最喜欢的人，好用，耐耗，不反抗。所以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，这是一种模式，一个把好人慢慢磨空的模式。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一个人不够努力，而是他太习惯于忽略了自己。说到这里，我们来回到电影《爆裂鼓手》的结局。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，安德鲁突然反击，用一段疯狂的独奏逼着整个乐队跟着他走。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热血沸腾，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个结局至少有3种不太一样的理解。第一种是最多人接受的，安德鲁终于证明了自己，他赢回了尊严，成为了伟大的那种人。这是典型的只要够拼就能逆天改命，很爽，也很容易让人代入。第二种解释呢，其实很残酷，就是安德鲁他没有逃出系统，他是彻底变成了系统想要的样子。如果你注意到最后一个细节，老师笑了，那个笑其实在我看来很可怕，就好像在说，对，这才对，这才是我训练出来的那种人。他用自毁式的投入换来了认可，所以这并不是一种解放，更像是被驯化完成了。第三种也是我比较认同的，就是说一方面这是安德鲁的反击，他第一次完整的真正的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打鼓，但是同时这也是他的选择。最后安德鲁赢得了舞台，但是他是不是赢回了自己的人生呢？所以这部电影其实从来不是在问你能不能成功，他在问的是你愿意为成功付出什么样的程度。你要的是掌声还是你的人生呢？我想也许高广辉当年也是这么想的，再扛一扛就会苦尽甘来，再努力一点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但现实不是电影，系统从来不会因为你好就放过你，他等来的不是舞台，是倒下。所以我讲这个故事不是想要去指责谁，高广辉不是一个失败者，他认真、负责、善良、努力，他只是太习惯把自己放到了最后。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，如果你也曾经像他一样不敢拒绝，不敢停，不敢示弱，那我希望你可以知道一件事，你没有错，你只是太懂事了。但我真心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用性命去证明价值，不需要先累死才配得到尊重。工作很重要，成就也很重要，但是你更重要。最后我想问你2个问题，首先呢，是你对于本期的故事有什么感触吗？第二，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明明很痛却停不下来的阶段呢？也许你的回答会救到正在硬扛的某个人。这里是大猫宇宙，我们下期见。